大家好，今天来聊一聊比特币如果回10万美元，可能准备再买一些。10万美元有没有可能是主力的心理底？不过我手上是没有多少资金哦，该买的话2年之前砸锅卖铁，一路从2万美金买到8万美金。那如果你是最近才刚进场的朋友，也在这边提醒一个功能 ，OKX 最近推出一个独家的功能，现货或者是合约，你挂单的那个 USDT。也能赚币吃利息。刚刚我在推特上面有介绍哦，或者是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当然等下再来聊一下日线。还是那一个116000美金这一个中线的支撑不能破，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新进场的朋友，你还是要考虑哦，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比特币盘整会不会有再挖陷阱的回撤？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中线的比特币周线的这个 KD 指标，它在这个80上方也是有一段时间了，从这一个75000美金8万是最后一次在交易群上面。或者是跟大家讲，我最后一次 all in 是在这个位置，但是最近有一些新的资金也不多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它回到这个80，我们要认真去对待一下。前面有跟大家讲过，也就是这个位置，比特币如果盘整的话，会不会像当时2023年12月份左右的这一个区间，它也是有一个高点的上涨，或者是 KD 指标在80上方。如果周线里面回80，你去留意一下 KD 指标在50附近有没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，所以我们尽量观察吧，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还是在盘整。要烦的是比特币一大波牛市里面，你观察一下当时从这个高点跌到这个低点，其实10%几到20%的一个回撤，它是正常的牛市回头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次，如果从12万美元的高点，如果真的回撤个20%左右，其实我的观点是有没有可能10万美金附近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，或者是会不会是下一次我们再一次买入的点位哦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3周的这张图表，前2天是有跟大家提到周线里面的 RSI 指标，你要去跟踪一下它有没有可能最坏的一个情况来到40附近。那我们从3周的这个图表，2015年当时比特币底部上涨也是一个很平缓的一个趋势，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白色的 RSI 指标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，它这边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RSI 头肩底的结构，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连成的一条颈线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当时 RSI 指标再一次跌回到这个位置，也就是颈线位置支撑住。以及我们可以再跟踪一下这个 RSI 指标，再一次跌回到这个颈线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自2022年15K 的底部，比特币上涨以来，它3周的这个 RSI 指标，感觉跟2015年是一个模型刻出来的。这边是有一个很大的头肩底的结构，一个高点、2个高点、3个高点连起来的一个颈线的支撑。上一次跌到这里，这个位置同样也是踩在这条趋势线上，或者是我们再观察一下上一次这一个75K 的低点，或者是也是同样踩在这个趋势线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也不确定它这个 RSI 指标会不会真的又回这一个颈线，或者是坏一点的情况，我们去跟踪一下它这个上升趋势线啊。目前的价格是在10万美金附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。当然，短期我们先跟踪吧。这一个116000美金有可能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，只要比特币不把这个支撑给跌破，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盘整一个区间，然后后面继续涨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。以太坊的支撑，我的观点是还是观察吧。前面这2个高点，短期这个位置最好是能撑住哦。以及我们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。昨天也是冲高回落，因为比特币既然在盘整的话，狗狗币你也尽量先观察吧，它有没有可能在这个0.22的位置先守住。如果守不住的情况下，
还有一个支撑就是这个0.21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。